Hello，我是阿言。从这期视频开始，我将为大家带来 Unity 设计游戏的制作前过程。不敢把它称为教程，是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够格，但我会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尽量的分享给大家，还望大家今后能多多支持，多多鼓励。这是我之前做好的游戏语言型，大家只要跟着我一步步做下去，就会得到和这个一样的效果。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我用的 Unity 版本是 2020.3.2 F1 LTS 版，理论上大家可以使用任何更高的版本来制作这个项目。由于我们后面将会用到 Shader Graph 以及 Visual Effect， 所以我选用的是 Universal Render Pipeline URP 模板开始这个项目。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空的 3D 模板，之后再添加URP 包，但这样会需要一些额外的配置，这里我就直接选择 URP 模板了。新项目创建好以后，我先做了一些清理工作。我创建了一个新的场景，命名为 Gameplay， 然后把 URP 模板自带的样本文件全部都删除了，只保留了 Settings 里，这是个 URP 配置文件。Package Manager 窗口里，我把用不到的 package 也清理掉了，只保留了 Unity UI、Universal RP 以及我所用的 IDE 软件 VS Code 的支持插件。接着我改变了一下窗口布局，换成了我常用的样式，大家可以保留自己的习惯，不需要跟我一模一样。值得说的一点是 Project 窗口这里点击右上角这个3点的按钮，我们可以在这里切换 Project 窗口的显示样式。Two Column Layout 是默认的，我个人习惯是 One Column Layout 的样子，这样呢可以比较一目了然的看到所有的文件。最后要说的是右上角这个 Layout 按钮，打开后我们可以选择 Save Layout 来保存自定义布局。前期准备都做好后，我们导入这节课要用的资源包，请大家下载视频说明里的 Unity Package 文件，点击这里的 Assets、Import Package、Custom Package， 导航到资源包的位置，选择下载好的资源包，点击打开。我们也可以把资源包直接拉到 Project 窗口里的 Assets 文件夹里进行导入。这个资源包里的文件大部分都是我从 Unity Assets Store 里找的，我选择全部文件，然后点击 Import 按钮。资源包里有一个我做好的 Prefab， 是一个很棒的战绩模型，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角呢。我们把它拉到 Hierarchy 里，把它重命名为 Player。 这个模型还带有引擎的粒子效果，也是我从 Assets Store 里找的。我们把资源包里这张背景图也拉到 Hierarchy 里，从命名为 Background， 然后把主摄像机的投影模式改成 Orthographic 正焦投影， Position Y 值设为0。虽然我们的模型是 3D 的，但其实我们的游戏本质还是 2D 的。场景窗口的 2D 按钮我们也打开，以后我们主要以 2D 模式来工作。我们选中这个 Directional Light， 然后按 Ctrl D 复制一个环境光。这个复制的光源我们将它重命名为 Directional Light Field 弧光，然后重置它的 Transform。
将光照强度改为3，这样场景就亮了许多。我们调整一下光的颜色，改成淡蓝色，这样稍微有一点宇宙空间的感觉。我们整理一下 hierarchy， 随时整理 hierarchy 是个好习惯。我们新建一个新的空对象，将它重命名为 environment 环境，重置它的 transform， 在它下面再建个空对象，命名为 light。然后我们把场景中的2个环境光都拉到 light 下面，我们也可以把 background 拉到 environment 下面去。点击 play 按钮或者按 Ctrl P 运行游戏看看。现在我们的场景是静止的。如果你在游戏运行时不想要前屏，可以点这边的暂停按钮，或者按 Ctrl Shift 加 P 来暂停游戏运行。然后把 Game 窗口的 Maximize On Play 按钮关掉，这样重新开始运行游戏时就不会最大化了。接下来我们要让背景动起来，让背景移动有许多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变背景图片的 position 值。我们可以同时复制好几张背景图片，再把它们拼在一起。这需要背景图片是一张可以无缝连接的图片。可以看到呢，我们这张宇宙背景图片就是无缝连接的。我们选中所有的背景图片，拉动它们，让它们以同一个速度朝同一个方向移动。这个移动背景的方法就是我们以后要接触的 Parallax Background System 视差背景系统的基础。但今天我们不做这个系统，我们来做另一个简易的背景卷动效果。我们先改变一下游戏窗口的分辨率，选择最常见的 Full HD 1920x1080的就好了。我们把这几个 background 全部删掉，然后在 environment 底下创建一个 3D 对象 Quad 四边形，点击这个图片，在 Inspector 窗口底下有这张图片的属性，可以看到这是一张 2048x822 像素的图片。我们根据这个数值来调整四边形的缩放值， X 设为 20.48， Y 设为 8.22， 这样四边形的比例就和背景图片保持一致了。接下来我们为四边形创建一个新的材质，在 Material 文件夹里再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命名为 Background。 在这个文件夹里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材质 Material， 这个材质的名称我们就叫 Simple Background。 这个材质的 shader 我们选择的是 Unlit Texture。 这个 shader 要求 Main Texture 主纹理是一张 Default 类型的图片，所以我们复制一张背景图片，修改一下它的名字，方便辨认，然后把它的图片种类改为 Default， 点击 Apply 按钮。我们把这张默认类型的图片拉到新建好的材质的 Texture 栏位里，点击这张拉进去的图片，编辑器会告诉我们现在选中的是哪一张图片。好的，这样这个新建的材质就做好了。我们把这个材质拉到四边形上面，四边形瞬间就活了，但看起来有点小，我们可以缩放一下。在缩放工具下，点击中间这个方框不要放开，然后拉动，可以各轴等比例放大。我们稍微放大一点，覆盖整个镜头。G 轴的数值不需要改变，我不太喜欢这么多的小数，所以只保留后一位。 OK， 这样就好了。那么怎么让背景动起来呢？我们打开 Inspector 里的材质组件属性看看，这里有一个 Offset 偏移值，我们改变一下这个值试试。图片动起来了，而且由于图片是无缝的，所以它会无限的剪动。
现在我们有一个概念了，只要能在游戏运行时实时的改变这个自变形材质的 offset 值，就可以产生背景卷动的效果了。那么要怎么做呢？当然是通过脚本。我们把 Quad 的名称改为 Simple Background， 给它添加一个新的脚本，名字就叫做 Background Scroller 背景卷动器。我们把这个脚本拉到 Scripts 文件夹里，然后按 Enter 键或者双击打开它。首先我们要获取到 Material 组件，声明一个 Material 类的变量，名字就叫小写的 Material。我们把 Start 函数改为 Awake 函数，我个人习惯在 Awake 函数里去获取这个组件，因为 Start 函数会有其他的用处。我们先取得线缆器组件，然后就可以取得材质的值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先在 Update 函数中实时的去改变材质的 offset 值，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变量来存储这个偏移值，所以呢，我们先声明一个 vector2 二维向量，变量名为 scroll velocity 卷动速度。我们想要在 inspector 里去改变这个变量的值，所以要把它暴露出去。我们在这个变量前面加上 serialized field attribute 就可以了。我不用 public， 因为很明显这个变量呢是个私有变量，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其他的类来访问这个变量。在 update 函数里，我们改变 material 的主文里的 offset 值，让这个值加上卷动速度 scroll velocity 乘以 time.delta time， 这样就可以了。按 Ctrl+S 保存脚本，回到 Unity 窗口，等待一下让 Unity 编译完成。可以在 Inspector 里看到 scroll velocity 变量了。我们将 x 值改为 0.5， 然后运行游戏试试。OK， 背景动起来呢，但是有点太快了，我们暂停一下，把 x 值改为 0.2， 继续运行。这速度好多了，可以看到背景很好的在卷动着。我们取消前屏运行，可以看到背景的材质球沿着 x 轴方向不断的旋转。offset 值也在不断的增加。场景窗口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只是改变了四边形的表面材质，但这样就只会产生不断在前进的假象。如果你需要一个纵向移动的场景，我们可以改变 scroll velocity 的 y 值，这样背景就会上下移动。不过这需要图片是上下方向无缝连接的。OK， 我们停止运行游戏，记得修改 scroll velocity 的 x 值。运行模式下修改的任何数值都是不会自动保存的。这里我把值改为 0.15， 我觉得 0.2 还是有点太快了。好的，简单的背景卷动功能我们就完成了。下一期我们要开始使用 Unity 的新的 Input System， 并开始让我们的主角动起来。还请大家继续支持，继续观看。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用，请点赞支持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请考虑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谢谢观看，我们下个视频见。